从加拿大到美国 ，SGA 并没有被球探和教练所重视。在6名5星级高中生身边，他突出重围，赢得了属于自己的首发位置和通向 NBA 的未来。亚历山大的 NBA 之路是什么样的？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点赞过万，我会更新故事的下一章。在多伦多出生、安大略汉密尔顿长大的 Shai Gilgeous-Alexander 有着拗口的名字、复杂的姓氏。直到2022年 NBA 名宿 TNT 评论员奥尼尔和巴克利都还没法校对他的名字。Gilchrist. Gilchrist. I had no idea. Hey,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If Shai Alexander Gilchrist is not... See, thank you. He just said the same thing. Shai Alexander Gilchrist. It's getting late. SGA 的姓氏 Gilgeous-Alexander 是母亲 Charmaine 的姓氏 Gilgeous 和父亲 Vaughn 的姓氏 Alexander 的结合。母亲 Charmaine 是一名田径运动员，她参加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400米比赛，不过未能晋级决赛。而在父亲 Vaughn 的影响下 ，SGA 从3岁开始就爱上了篮球，每天都球不离手。而成为世界上最棒的球员，也很早就成为了 Shai 的目标。起初，在父亲的训练下 ，Shai 认为自己很擅长篮球，他能运球，左右手都能上篮。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眼光的狭隘。9年级高一的 Shai 参加了校队 JV Team 的试训，他本以为自己可以轻松入选，然而结果却是 Shai 被校队拒之门外。北美的高中校队会分为这样几个梯队，其中 Varsity 是水平最高的队伍 ，JV Junior Varsity 是水平第2高的队伍。有的学校可能还会有专门给高一新生的 Freshman Team， 或者 Midget Team 少年队，以及高2学生的 Sophomore Team。在之前的视频之中，我们说过，高一的菲尔茨被篮球名校 The Method 的 Varsity Team 拒绝，在 JV Team 中赢得了尊重，重新杀回 Varsity， 并且成为5星级高中生。高一的哈利伯顿跳过了 JV Team， 直接入选了 Varsity Team， 而 SGA 甚至没有入选 JV Team， 只能加入学校的 Midget Team 少年队。对于 Shai 来说，这是一个梦醒时分，他并没有自己想的那样擅长篮球，但是 Shai 并没有感到伤心，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发誓一定要让那些人后悔。为了达到自己心目中的水平，他开始更努力训练。很快 Shai 成为了少年队的 MVP， 并且赢得了城市冠军。10年级的 Shai 转学到了一所新的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德威恩·华盛顿教练。在 Shai 离开之后，华盛顿教练还执教了如今 NBA 中的 RJ 巴雷特、谢登夏普和魔术队的 Caleb Houston。他们4人都来自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也都来自华盛顿教练的 AAU 球队 UPlay。华盛顿教练将 Shai 形容成一种超专注习惯怪，对于学习和提高篮球水平 ，Shai 有着一种特殊的渴望，就像 Shai 所喜欢的球员科比一样。他喜欢研究篮球中的各种技艺，喜欢去掌握那些技巧和复杂的篮球概念。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后有没有机会用到这样一些复杂的内容，但仅仅是学习这些内容，就让 Shai 感到快乐。对待每一个训练项目 ，Shai 的态度并不是完成它们，而是让这个动作变成他的习惯和本能。为此，他会一直训练，一直重复。每天学校午休的时候 ，Shai 还会缠着华盛顿教练，利用午休的2个小时一起观看 NBA 视频。这会占用教练的整个午休，但他无法拒绝 Shai 的热情和能量。他们一起观看了若干位 NBA 顶级后卫的录像，从斯托克顿到纳什，再到保罗。华盛顿教练会和 Shai 一起解析他们的技术动作，分析他们部署战术的方式。通过1年的训练和比赛，华盛顿教练发现了这位矮小瘦弱的孩子背后的潜力。但如果 Shai 想进到 NBA， 他就不能继续留在这里。通过自己的人脉，华盛顿教练联系到了美国田纳西的高中 Hamilton Heights Christian Academy， 也许那里是更适合 Shai 的地方。于是华盛顿教练找到 Shai， 对他说：“你得走了。为什么？因为留在这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对此 Shai 十分沮丧，他哭喊着拒绝接受这个事实。这个日后证明非常明智的决定，最初对 Shai 来说无比艰难。他喜欢这里，他不想离开他的家乡和朋友们。学校比赛之外 ，Shai 与自己的发小们一起在一个菲律宾人的联赛中打球。直到今天 ，Shai 还是愿意在休赛期回到家乡汉密尔顿，和着几位孩提时期的朋友们一起早起训练。早上7点 ，Shai 会开着他的奔驰大 G， 一个个将他们接到球馆，而车中放的是 Jack Harlow 的专辑《Come Home, The Kids Miss You》。为了寻求更高级别的竞争和对抗，追寻自己的篮球梦想，2015年，高3的 Shai 离开了家人和朋友，从加拿大来到了美国的田纳西。开始的时候，异乡的生活有些艰难，但是 Shai 所寄宿的主教练 Farrell 一家宾至如归，
让 Shai 很快就适应了崭新的生活。与此同时，他的房间中还住着和自己一起前往美国的表弟，目前森林狼的后卫 Nickeil Alexander Walker 尼吉尔亚历山大沃克。Shai 的爸爸是尼吉尔的舅舅，两人的姓氏格式也类似，都是将母亲和父亲的姓氏结合。尽管尼吉尔和 Shai 是表兄弟，但是从小他们的关系就像亲兄弟一样。尼吉尔成长于多伦多，Shai 成长于安大略的汉密尔顿，两人之间相隔70多公里，但是每个周末两人都是一起度过，每一个暑假两人都住在一起训练。而 Shai 的爸爸老亚历山大是他们的教练。在尼吉尔的父亲离开家庭之后， Shai 的父亲就扮演了尼吉尔父亲的角色。2015年来到美国之后，兄弟二人一起寄宿在主教练 Farrell 的家中，他们住在一个房间，任何事情他们两人都形影不离。尽管情同手足，在球场上的兄弟二人彼此都不想输给对方，他们进行了成百上千场单挑，各有胜负，有的时候两人也会打出火气，爆发冲突。而这一场场单挑让兄弟二人改进了自己的弱点，变得更强。2016年他们一起参加加拿大青年队，2017年他们拿到大学奖学金，进入篮球名校。17年12月他们第一次在大学中交手。2018和19年两人先后加入了 NBA，19年11月他们在 NBA 中第一次交手，这是后话了。来到美国之后，首先脱颖而出的是表弟尼吉尔。没过多久，尼吉尔就收到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 offer， 之后他又收到了马里兰大学的 offer， 这是两所实力相当不错的D1学校。而高3的 Shai 则默默无闻，他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大学的 offer。 Shai 收到唯一一所 offer 来自于纽约的宾汉姆顿大学。作为 NCAA 球迷的他，甚至不知道这所大学在哪一个联盟。此时的 Shai 仿佛被困在了一个茧房之中，他不被外界知晓，不被外界认可，但是在接下来的半年， Shai 会用一次次比赛撼动这座茧房。2016年2月全明星期间， Shai 参加了 NBA 的篮球无疆界训练营，在那里他见到了 NBA 的明星球员们，这其中就包括自己最喜欢的球员之一克里斯保罗，还有与他同龄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们，这其中有来自巴哈马的艾顿，来自法国的尼利基纳，以及来自日本的八村垒。2016年夏天， Shai 参加了 Nike 的 EYBL，在比赛中，他投出了45%命中率的三分和89%的罚球，场均可以得到15.8分、4.8个篮板和4.8个助攻。但是这一切还是没能赢得太多球探和教练的青睐。真正改变命运的是2016年7月在智利举办的 U18 美洲杯。这一届美洲杯中， Shai 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拥有 Shai、尼吉尔和布里塞特的加拿大队一路晋级到决赛，而决赛的对手不出意外是美国队。在这支美国队中，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从高中毕业前往大学的马克尔·福尔茨、贾莱特·阿伦、凯文·赫尔特，因为未满18岁，他们和一群高中生出现在了阵中。在这些高中生中，有2017级的顶尖高中生迈克尔·波特和他的 AAU 队友特雷杨，有穆罕默德·班巴，也有5星级高中生迪亚洛、格林、PJ 华盛顿。他们在1年后会成为 Shai 的队友。在决赛中，加拿大这边最亮的星是尼吉尔亚历山大沃克，他18投9中，拿到全场最高的25分，同时他也是本届美洲杯的得分王，用实力和表现证明了教练们没有看走眼。而 Shai 仅仅登场了17分钟，5投2中，拿到5分。整个美洲杯中， Shai 场均得到7.8分、5.4次助攻和3次抢断。5.4次助攻也让 Shai 成为了本届美洲杯的助攻王。而这届比赛的 MVP 得主是美国队的马克尔·福尔茨，他统治了整个杯赛和决赛。决赛中，他以70%的命中率拿下23分、5次助攻。在之前福尔茨的球员故事中，我从另一个角度讲过这场比赛。不出意外，加拿大以84比99败下阵来。虽然输了球， Shai 依然对加拿大篮球的未来非常乐观。There's a lot of good kids over there that have a good potential.I think we'll be really good. I think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7年后的夏天，在2023年世界杯，他再次和尼吉尔携手入选国家队，并在铜牌战中战胜了那曾经看似无法击败的美国队。终于，美洲杯归来的 Shai 开始慢慢获得美国大学的关注。此时的 Shai 比高3时长高了10厘米。最早注意到 Shai 的名校是佛罗里达大学。收到 offer 2周之后， Shai 就前往佛罗里达的校园进行非正式访问。在访问之旅中， Shai 口头承诺加入，但是并没有签约。但是很快 Shai 在高4迎来了爆发，他的进步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想象。他场均可以得到18.4分、4.4个篮板，还有4次助攻。肯塔基大学、堪萨斯大学、德克萨斯大学、雪城大学和 UNLV 等名校都纷纷抛来了橄榄枝。Shai 不得不重新开始择校，重新评估自己的目标。早在来美国之前， Shai 就是肯塔基大学的球迷，更不用说肯塔基还是加拿大前辈贾马尔·穆雷曾经就读的学校。早在加拿大时， Shai 就和穆雷交手过2次。在 Shai 前往美国的2015年，穆雷也前往肯塔基就读大学。
1年之后，穆雷成功进入 NBA。在助理教练和 Shea 见面之后，2016年11月，肯塔基的主教练名帅卡利帕里亲自从肯塔基来到了田纳西，拜访了 Shea。约翰卡利帕里在提到最近20年的 NCAA 时，他是一个绝对无法忽视的主教练。来到肯塔基之前的卡利帕里在孟菲斯大学担任主教练，他招募并且向 NBA 输送了德胡安·瓦格纳、德里克·罗斯和泰瑞克·埃文斯这样的天才后卫。2009年，卡利帕里来到肯塔基大学。来到肯塔基的第1年，卡利帕里就成功招募到约翰·沃尔，并帮助沃尔在1年后成为了 NBA 状元。2年之后，安东尼·戴维斯再次在他的培养下成为状元。5年之后，卡尔·安东尼·唐斯在他的手下成为状元。卡利帕里教练不仅向 NBA 输送了大量年轻球员，在与 Shea 见面之前，卡利帕里在肯塔基的7年中有4次都带领球队打进 Final Four。当卡利帕里进入球馆，开始与自己交谈的一瞬间，Shea 就发现这个教练确实与众不同。他直率地告诉 Shea， 进入 NBA 的路远比他想的要更加残酷，而 Shea 还有非常多的方面需要提升。这次见面后， Shea 确定了肯塔基大学就是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大学的决定尘埃落定，但是 Shea 的高中生涯并没有结束。因为曝光度不足， Shea 的排名并不在高中生榜单的顶尖。他无缘高中篮球的盛会、麦当劳全美全明星和乔丹经典赛、耐克的 Hoop Summit 篮球峰会，这里是众多国际球员被全世界发现的地方。在这一场比赛中，来自各个国家的顶尖年轻球员会和美国的顶尖高中生们展开对抗。2015年，来自加拿大贾马尔·莫雷在美国队对面砍下30分，带领世界队战胜美国队，自己也赢得了 MVP。而莫雷国际队的队友们也获得了 NBA 的关注。来自澳大利亚的本·西蒙斯和索恩·梅克最终成为了2016年的 NBA 状元和第10顺位。来自中国的周琦也在2017年的选秀中进入了 NBA。2年后，2017年的 Hoop Summit。有5位加拿大球员出现在了世界队的阵容，除了 Shea， 还有当时下一届的全美第一 RJ 巴雷特，自己的表弟尼基尔亚历山大，还有 Shea 现在的队友卢多尔特。但是这场比赛中 ，Shea 被淹没在其他明星球员之中。在短短的21分钟出场时间中 ，Shea 拿到11分。前往大学报道之前 ，Shea 的最后一站是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参加了另一个高中生赛事——肯塔基德比节篮球经典赛。肯塔基德比是位于肯塔基州的高中全明星比赛，它创办于1973年，甚至比麦当劳全美全明星还要早4年。这里是早期的顶尖高中生展现自己的舞台。伊赛亚·托马斯、多米尼克·威尔金斯、便士·哈德威等日后的 NBA 明星，在高中毕业之前都参加过这项赛事。有趣的是，初来乍到的 Shea 受到了现场观众们的嘘声。在这些嘘声中 ，Shea 只用了19分钟就得到29分，拿到 MVP。中场时，他还以50%的命中率拿下了3分大赛的冠军。遗憾的是 ，Shea 所参加的2017年肯塔基德比是他的最后1年。由于缺少赞助和观众，2018年有着45年历史的肯塔基德比宣布停办。2017年5月，高4赛季正式结束。最终 ，Shea 的高中数据为20.2分、4.3个篮板、4.8次助攻以及2.5次抢断。这位不那么受关注的4星高中生来到了篮球名校肯塔基大学。说到 NCAA 篮球，肯塔基大学是无法绕开的一座大山。他们有8座 NCAA 冠军，17次闯入 Final Four。在如今的 NBA 球员中，肯塔基出品的球员高达29人，在所有学校中这是最多的，超过第2名杜克大学的23人。在2009年卡利帕里来到肯塔基大学之后，更是帮肯塔基招募到了大量顶尖高中生。2010年，肯塔基有5名球员在首轮被选中。2012年，大一新生安东尼·戴维斯带领球队赢下了 NCAA 全国冠军。而肯塔基也在当年的 NBA 选秀中包办了状元和榜眼。2015年，拥有唐斯、布克的肯塔基创造了常规赛全胜的纪录，而唐斯也成为了 NBA 状元。肯塔基大学俨然成为了顶尖高中生进入 NBA 的快车道和最好跳板，几乎只有杜克大学能与之媲美。当2017年 Shea 加入肯塔基时，肯塔基刚刚经历了明星球员福克斯、阿德巴约、蒙克等人的离开。但是卡利帕里在 Shea 所在的2017届招生中再次收获了8名青年才俊，其中有6名5星级高中生：卡文·诺克斯、迪亚洛、PJ 华盛顿、尼克·理查兹、范德比尔特和Quade Green，再加上留校的大二球员上一届的5星高中生韦恩·加布里埃尔。肯塔基的首发阵容似乎完全找不到 Shea 的位置。在这一群5星高中生之中 ，Shea 显得有些渺小。他是一名4星级高中生，在 ESPN 的高中排名中，他排在第35名。在 Shea 之前的一名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后卫，他叫做沃尔特斯，是 CBA 广东队现在的外援。而在肯塔基的后卫线上，5星级控卫 Quade Green 和迪亚洛牢牢占据了首发的位置。在卡利帕里的心中，虽然 Shea 很棒，但他和5星级后卫 Quade Green 仍然不是一个级别。
而肯塔基官方的视频账号则将他的名字拼错，拼成了 Shai Alexander。17至18赛季的肯塔基是整个 NCAA 中最年轻的队伍。在 NCAA 的世界中，年轻并不是优势。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靠着出众的天赋统治了各个州的高中比赛，但他们技术和战术素养却不一定比得上大四球员。更何况他们对面的大三、大四球员，在几年前可能也同样是5星级高中生。除了1993年的密歇根大学，在 NCAA 的历史上很难找到全部由大一新生所组成的球队取得成功。2010年，大一的沃尔、考辛斯和布莱德索败在了8强。2015年，由大一的唐斯、布克、考利斯坦所率领的肯塔基也败在了最终4强，无缘决赛。赛季的第3场比赛，星光璀璨的肯塔基就尝到了败仗。面对同样是顶尖名校的堪萨斯大学，肯塔基在最后败下阵来。最后的3分40秒，肯塔基的大一新生们仅仅投进了2个球，都是在内线。随着 Shai 和诺克斯连续出手不中，肯塔基输掉了这场焦点战。整场比赛，肯塔基有18次失误，其中 Shai 就有5次，这甚至和他的得分一样多。而 Shai 的处境也和赛季前预料的一样，在第1场热身赛之后，接下来的10几场比赛 Shai 一直是格林的替补。作为一名以得分见长的后卫，前10场比赛 Shai 有4场比赛得分都没有上双，最高得分仅仅为15分。11月23日，肯塔基输给 UCLA， Shai 7投3中，仅仅得到6分。赛后 Shai 听从母亲的建议，剪短了自己的头发。而几天之后，肯塔基也将迎来赛季最重要的一场常规赛，而对手是他们的宿敌路易维尔大学。在体育世界之中，同城球队的对战被称为德比，而同城或同州的球队则注定成为宿敌。在整个 NCAA 中，知名的宿敌有同处洛杉矶的 UCLA 和南加大，同处德州的德克萨斯和德克萨斯农工，同处密歇根的密歇根和密歇根州立，同处北卡州的北卡大学和杜克大学。而在肯塔基州，篮球名校肯塔基大学野猫队和路易维尔大学红雀队就成为了宿敌。之前我们提到的著名高中赛事就是以肯塔基德比作为自己的名字，而肯塔基德比的举办地就在路易维尔大学的所在地肯塔基州的 Louisville。所以几个月前，正是路易维尔的球迷们在肯塔基德比之中嘘了 Shai， 因为当时的 Shai 刚刚承诺加入肯塔基大学。在这一场牵动着整个肯塔基州的焦点战中， Shai 替补出场，用全队最高的24分，外加5篮板、4助攻、3抢断的表现，带领球队赢得比赛，也赢得了肯塔基球迷们的认可。本场比赛，他的上场时间已经超过了格林，而在这场比赛之后，有关首发位置的天平开始倾斜。几天之后，格林遭遇了伤病，因此缺席了3场比赛，而 Shai 借机坐上了首发的位置。从此以后，他牢牢占据首发，再也没有回到替补的位子上去。在 Shai 刚刚来到肯塔基的时候，他的投篮发力中有明显的停顿。卡利帕里教练将 Shai 的投篮比作巴克利打高尔夫。因为速度不快，卡利帕里教练还将 Shai 形容成一个老年人。Shai 本人也知道自己并不快，只能不停磨练自己的技巧。他说 ：“Point guards are usually the fastest guy on the court, but myself, I'm not the fastest. So I've got to use angles and tricks and stuff like that to get to where I want to go.” 在加拿大的时候 ，Shai 接受过加拿大前辈史蒂夫·纳什的教导。纳什为他带来最大的教诲就是早起加练。每天早上7点 ，Shai 就开始了训练。训练之余，他会研究自己的录像，也会和卡利帕里教练一起研究自己的失误。最初，亚历山大的视野和传球技巧不好，他无法将球传给距离更远的队友，这就导致他一直只能传球给最近的队友。这就是 Shai 在赛季之初大量失误的原因。就像之前华盛顿教练说的那样 ，Shai 不想要注意力，他只想努力训练，只想让人们用结果来评判他。在队友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Shai 正在悄悄成为全队最强的球员之一。成为主力的 Shai 慢慢成为一名更重要的角色。1月9日对阵德州农工的比赛，他上场时间被提到了39分钟。比赛的最后5分钟 ，Shai 的双腿几乎失去了知觉。Yeah, the last 5 minutes I could barely feel my legs. 而在后半赛季，这成为了 Shai 的常态。这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信任。Shai 终于牢牢站稳了首发，他成为了肯塔基中不可替代的角色。Shai 的表现越来越棒，但是肯塔基的赛季却并不顺利。面对 SEC 联盟垫底的范德堡大学，肯塔基全场比赛都处于落后，分差最多达到了14分。但是这场比赛 ，Shai 展示了他完整的武器库。他利用挡拆之后换防错位，惩罚了对方的内线，得到了大学生涯新高的30分，并带领球队逆转拿下了胜利。即使是在肯塔基辉煌的历史中，也只有8名新秀能取得30加的得分。常规赛结束 ，SGA 和他的肯塔基的下一站
是 SEC 锦标赛。SEC 西南联盟是肯塔基大学所处的分区。SEC 的橄榄球和篮球非常强势。目前 SEC 中有14所学校，这其中有2006至07 NCAA 篮球2连冠的佛罗里达大学，安东尼·爱德华兹的母校篮球劲旅佐治亚大学，贾巴里·史密斯的母校奥本大学，以及塞克斯顿所选择的橄榄球名校阿拉巴马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等等，都是 SEC 中的学校。而就在2024年，德克萨斯大学和他的宿敌俄克拉荷马大学也会加入 SEC。17-18赛季，肯塔基的战绩并不令人满意。在 SEC 联盟中，他们的战绩为10胜8负，位列4号种子。赛季末，球队又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4连败和4连胜。赛季最后一场常规赛对阵佛罗里达大学的比赛之后，范德比尔特再次受伤，赛季报销，这让原本只有9人轮换的肯塔基更加艰难。但是在 SEC 锦标赛中 ，Shai 脱颖而出。在锦标赛的3场比赛中 ，Shai 用场均21分、6.7次助攻、5个篮板的表现，带领肯塔基连续击败佐治亚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半决赛对阵阿拉巴马的比赛，挺身而出的还有加布里埃尔，他用7投7中的3分，彻底结束了比赛的悬念。肯塔基取得了一场大胜。决赛的对手是田纳西大学。常规赛中，肯塔基是田纳西的手下败将，他们2次输给田纳西。双方的第2次对战，肯塔基本有机会赢得比赛，但是比赛的最后时刻 ，Shai 连续失误，让球队彻底失去了胜利的机会。然而这一次的 SEC 决赛，肯塔基卷土重来。开场肯塔基的年轻人们就打了一波24-10，上半场他们最多领先17分，但是很快由格兰特·威廉姆斯和斯科菲尔德带领的2号种子田纳西大学就开始了反击。上半场的最后时刻，斯科菲尔德突然爆发，仅仅3分钟的时间，他连得13分。半场结束，田纳西只差5分扳平。下半场靠着格威的篮下强攻，田纳西反超了比分。可是这场比赛属于 Shai， 他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进化和救赎。他16投10中，得到29分、7个篮板、3次助攻，还有2次抢断，彻底统治了比赛。29分也创下了 SEC 锦标赛的新秀得分纪录。肯塔基大学赢得 SEC 锦标赛冠军，而 Shai 获得锦标赛 MVP。然而，刚刚拿下冠军、成为 MVP 的 Shai 却在第一时间联系了球队的力量教练。Coach, what time can we live? I want to go live. You just got the MVP of the thing, and you play almost every minute. Well, yeah, but let's go. Let's get something in. 于是，在夜色中 ，Shai 迅速离开了决赛的举办地圣路易斯，一头扎进了力量房。等待他的是赛季的终极考验 ——NCAA 全国锦标赛。NCAA 全国锦标赛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March Madness， 疯狂3月。这里是全国最强的68支球队整个赛季的最终试炼，而赢下 SEC 锦标赛冠军，让肯塔基大学获得了直通疯狂3月的名额。NCAA 的赛季从11月正式开始，3月正式结束，只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还记得5个月前的赛季初，卡利帕里教练还认为 Shai 和5星级高中生 Quaddy Green 不是一个级别。5个月之前，还有很多人完全不认识这一位来自加拿大的4星级高中生，这其中就包括上一季的学长马利克·蒙克。赛季之前，蒙克从来没有听过 SGA， 然而此刻教练的心中 ，Shai 已经成为了疯狂3月球队依靠的那个人，那一位真正的领袖。来到爱达荷州的博伊西 ，Shai 和肯塔基开启了疯狂3月之旅。对于这支几乎全部由大一新生组成的球队来说，一切都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肯塔基第一轮的对手是库里的母校戴维森学院。比赛开场 ，Shai 的突破轻松撕裂了戴维森的防线，他可以破坏防守阵型，传球给内线，也可以自己上篮得分。肯塔基的身高和身体素质让戴维森无法应付，这让肯塔基早早取得了领先。但是肯塔基的劣势也逐渐暴露，这支史上最年轻、最稚嫩的阵容中并没有投手。整场比赛，肯塔基投丢了他们所有的3分出手，这也让肯塔基连续1047场的投进3分纪录就此终结。下半场，戴维森将分差追到仅有1分，但是最终投篮不佳的肯塔基找到了赢球的方法，靠着 Shai 的5次抢断，肯塔基通过简单的反击得分，靠着 Shai 的对球施压连续抢断。此外，整个赛季中肯塔基最为稳定的球员凯文·诺克斯和 Shai 一起包办了肯塔基最后24分钟的22分。这支史上最年轻的肯塔基取得了他们的第1场胜利。整场比赛尽管投篮不佳， Shai 还是交出了19分、8个篮板、7次助攻，还有5次抢断的全面表现。作为一名大一新生，这场首秀足够惊艳。第2轮，肯塔基的对手是布法罗大学。布法罗大学并不是一所篮球强校，但是17至18赛季，布法罗大学凭借出色的防守，让他们毫无悬念地拿到 MAC 联盟冠军，进入疯狂3月，并在首轮中以下课上，以13号种子的身份大胜4号种子亚利桑那大学21分。
但是他们无法阻止 Shai。整场比赛 Shai 的12次出手命中了10球，其中还包括2记3分。此外，布法罗的球员和球迷们还试图通过垃圾话来干扰 Shai， 这也完全没有奏效。在1记3分之后，他对人群中做出了霸气的手势。I've seen a bunch of defenses in my life. I played this game a long time, and I don't think their defense affects me too much. Seems like they're on the road game. That's what you do to a crowd. 对阵布法罗的这场比赛 ，Shai 贡献了大学生涯的代表作，他得到27分、6个篮板、6次助攻，成为了近14年来第一位在锋3得到这个数据的新秀。而上一个完成此数据的人是2004年的克里斯保罗，他是 Shai 从小到大最喜欢的球员之一。3年之后，他们在雷霆成为了队友。前2轮的比赛中 ，Shai 合计达到46分、14个篮板、13次助攻，还有7次抢断。在个人数据上，这甚至超过了肯塔基的前辈沃尔和福克斯，也让他成为了当季疯狂3月中表现最棒的后卫。短短10天之内，肯塔基在锦标赛之中取得了5连胜，而 Shai 和他的队友们似乎也终于找到了赢球和接管比赛的关键。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们短暂的快乐。第2轮晋级之后 ，Shai 和他的肯塔基来到了亚特兰大，迎来甜蜜16强的比赛。甜蜜16强中，肯塔基的对手是9号种子堪萨斯州立大学。而这一次，堪萨斯州立的身体强度给肯塔基的年轻人们好好上了一课。除了凯文诺克斯和 PJ 华盛顿，肯塔基全员都找不到进球的方法，而 Shai 也无法突入禁区，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得分。整场比赛 Shai 只有2次运动战得分，他的2分球只有8投2中，2次3分也无一命中，还有5次失误。靠着12中11的罚球 ，Shai 得到15分。比赛的最后时刻，卡利帕里为2周前3分7投7中的加比埃尔设计了一个罚球线的 pin down， 让他可以去3分线弧顶接球。但是因为战术执行太慢，时间很快耗尽 ，Shai 只能自己强投3分。随着这一记3分没有投进，肯塔基无缘精英8强。这一群大一新生没有创造奇迹。对于卡利帕里和他年轻的肯塔基来说，这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赛季。但是对于 Shai 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兑现天赋超出预期的赛季。他的天赋已经展露无遗，他有1.98米的身高，2.13米的臂展，更是超过了 NBA 的所有后卫。而在肯塔基最后的10场比赛，他场均接近20分，7次助攻，3分命中率超过50%。除了他的天赋，他的自律和态度也成为了卡利帕里几十年执教生涯中最好的教材之一。在肯塔基的1年中 ，Shai 坚持每天7点起床，努力训练力量，努力研究录像，还从来没有落下任何一节课。从小到大 ，Shai 最大的恐惧就是不能进入 NBA。然而，各个模拟选秀榜单都让他安心，他绝对不可能落选。2018年4月 ，Shai 宣布参加 NBA 选秀 ，SGA 的大学生涯宣告结束。但是进入 NBA 选秀的他，却再一次被自己的同龄人们埋没。Shai 用努力突出重围，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却仍然不能让自己被大众看见。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进入 NBA 之后的 SGA 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就让我们下一章再见。